今天图书馆里回荡着一股奇特的波动，是焦虑被骄傲紧紧包裹着。这份情感来自于白雪公主的故事，但不属于公主。皇后的心灵世界防御性很强，先用标准星辰晶片深层连结模式，确保我们的沟通稳定。皮卡，去看看那面冰冷的骄傲之下藏着怎样一颗焦虑的心吧。这里好大，也好冷清。皇后就住在这样的地方吗？皮卡，感觉到了吗？这里的空气弥漫着一股好强烈的比较的味道，还有害怕。而且这里好像只有一面镜子是真的活着的。米卡，快看，他好像很紧张。我感觉到他的心跳好快。魔镜啊魔镜，水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。皇后您依然美丽了，但是白雪公主她，哎呀，真是青出于蓝啊！那皮肤，那光泽，嘿嘿嘿。可恶的镜子，又是白雪公主，气死我了！不行，我绝不能输。米卡，他在用沼泽泥敷脸吗？看起来像是某种强效魔法面膜。我的脸，这根本是毁容啊！光靠皮肤好有什么用？眼睛，对，我要有像黑夜一样深邃，像羽毛一样卷翘的睫毛。米卡，他不会是想……呵，白雪公主算什么？看我这浑然天成的电眼。怎么眼前一片黑？哎呀，你这只笨鸟，走开，这是我的。米卡，我有点看不下去了，他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啊？因为皮卡在他的世界里，他以为只有最美才能证明自己值得被爱。够了，镜子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一直伤害他？我只是在说出他心里的话，如果我不时刻提醒他，他怎么能在这个只看脸的世界里生存下去呢？皮卡在那面镜子里啊，看到了皇后藏在心里最深最深处的一段往事。那是很久很久以前，她还只是个充满好奇心的小公主的时候。你看，那时候的她多么希望能让爸爸看看她做的那个很厉害很酷的玩具。她觉得自己好聪明好棒，可是国王爸爸只是冷淡地转过了头，好像一点也不在意。小公主的心一定在那一刻偷偷地凉了一下吧。但有一次很不一样，她偶然穿上了一件非常非常漂亮的裙子，就像森林里的小仙子一样。国王看到她，眼睛突然就亮了起来，他第一次露出了那么温暖的笑容，还摸摸她的头说：“我的女儿，你今天真美。”可能就是在那一刻吧，小公主的心里好像就偷偷记下了一个想法，一个她自己可能都没发现的秘密。原来只有变漂亮才能被看见，才能得到爸爸的爱啊！
他渐渐地把自己的聪明才智，那些奇思妙想，都悄悄地藏了起来。他开始觉得，只有美丽才是最重要的，才是唯一能让自己有价值的东西。这个想法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绳子，从他很小的时候就一直紧紧地绑住了他，让他长大后，即使已经拥有了王国，拥有了权力，却还是叛了命，也要抓住全世界最美这个头衔不放。因为在他心里最深的地方，她还是那个害怕一旦不美了，就会变回那个不被看见、不被爱的小女孩。米卡，我拿到了。这就是故事的心，一份因为太过真爱而不敢触碰的回忆。每一次皮卡归来，都像带着一颗迷路的星星回家。他带回的不只是碎片，更是理解的开始。米卡，我把它带回来了。辛苦了，皮卡，剩下的交给我吧。终于又治愈了一颗星河了呢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小公主，她很聪明，有很多奇妙的想法，但她的才华却没有为她赢得想要的目光。直到有一天，她发现，只要穿上漂亮的裙子，就能得到称赞，得到那份她渴望已久的温暖。于是，她心里悄悄种下了一颗种子，美丽才是我唯一的价值。这颗种子慢慢长大，她成为了皇后，拥有了王国，但她唯一相信的还是只有镜子里那个最美的倒影。她害怕被比较，害怕被取代，因为在她心里，失去最美就等于失去一切。那份恐惧渐渐扭曲了她的心。其实，在那层冰冷的骄傲和嫉妒之下，一直都只是那个害怕不被看见、害怕不被爱的小女孩。但她忘了，真正的美丽从来不是来自镜子的评价，而是源于那颗愿意看见自己、拥抱自己的心。故事被理解了，那份焦虑也找到了回家的路。现在，他将带住这份温柔的光，回到他应在的地方，等待住下一个需要被自己看见的人。在每一段旅程的终点，星辰图书馆都会为我们记下心所学到的功课。真正的魔镜只存在于看向它的人心中，打破它，才能看见真实的自己。愿每一个被比较所困的心灵都能找到望向自己的勇气。晚安。